啪啪，美国众议院大比数通过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那对我们投资有什么影响呢？那虽然字节跳动没有上市，好像不关我们投资者的事，其实这个法案现在是无论通过与否，对我们投资是影响非常的深远，并且会影响很多的板块、很多的公司，有一些会股价暴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来研究一下这一个法案。那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美国众议院在3月14号法案以大比数352票赞成、65票反对，在众议院通过了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侵害法案。那这个法案呢，要求中国大陆字节跳动公司在立法之后的6个月之内，在它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撤资，否则呢就将会禁止应用程序的商店提供 TikTok。那如果 APP 商店不依法下架的话，那将会被 APP 用户数量除以等比例的罚款。那每个用户呢就会罚款5000美元。那就 TikTok 而言的话，这个 APP 的商店可能会面临高达8500亿美元的罚款。那我们要看这个法案，不能光看表面上双方的理据，魔鬼藏在细节里。首先，这个法案其实不是今天才浮现的，早在特朗普的年代里，特朗普已经要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当时 TikTok 是放在 Oracle 的云端的，所以 Oracle 有可能会买 TikTok， 或者另外一个有兴趣的公司就是 Microsoft， 因为 Microsoft 是唯一一家高科技公司没有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所以这2家公司曾经作为一个竞赛，之后当然是特朗普下台了，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那随着今年美国又进入了大选年，大家又对 TikTok 这块肥猪肉开始流口水了。那当然到今天 TikTok 已经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超越了谷歌的 YouTube 还有 Meta 的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而这个平台是一家外国公司中国大陆开发的，这个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当然美国的政客也很难接受这么重要的一个市场里面领先的产品居然是一家外国的公司，特别还是中国大陆的公司所开发的，所以美国的政客已经是虎视眈眈，希望找任何的理由把这块肥肉抢过来。那我们又看一下 TikTok， 因为尽量的避嫌，他们的 CEO 是新加坡人周受资，他对美国国会听证会的辩答就是 TikTok 将来不会把任何的数据给中国大陆的政府，他的数据是放在美国 Oracle 的伺服器里面的，而且他的用户也不需要用真实的名字来注册，所以要把这些海量的资讯给中国大陆政府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价值的。但是这个阻挡不了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原因就是 TikTok 这个肥猪肉是太有吸引力了。如果逼迫到字节跳动要出售 TikTok 的话，那买它的公司很有可能就是美国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而这个出售的时间点又限制在6个月之内，使到字节跳动在谈判的时候处于下风，分分钟会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产品。那当然买下了公司就会大赚特赚，他们的股价肯定会上涨，而他们以后也有可能把 TikTok 做大了之后再分拆赚取更多的盈利，或者长期的持有赚取源源不绝的收入。所以我们才看到 TikTok 必须要在6个月之内被出售，如果不出售的话要被罚款8500亿美元。8500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整个股神巴菲特的 Berkshire Hathaway 它的市值才只有8500亿，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上市的 TikTok 要被罚款整家 Berkshire Hathaway， 那就算巴菲特也没有这么多的现金来支付这一笔罚款，所以就等于是拿着一把枪对着字节跳动的老板说，你不卖你就死了。那因为 TikTok 一直以来都是备受美国针对的对象，所以字节跳动是少有的高科技的公司没有上市的。那
字节跳动是由张一鸣创办的，张一鸣当然没有这么多的资本来建设字节跳动他旗下的 TikTok、抖音或者是其他的业务，所以他是拿了很多的风险投资基金的钱，其中包括美资的红杉资本、日本的软银，还有新加坡的资金，所以现在受损害的也是这些国际的资本。他们因为字节跳动没有上市，所以这些 VC 也不能退出获取他们的盈利。但是如果字节跳动被逼的把 TikTok 卖给了一家美国的公司，它将会收到一些钱，当然这个收购价很大的可能会是非常的低廉，但是对这些投资者来说也算是拿回了一些钱，而字节跳动很大的可能会把这笔资金通过股息派发给他的投资者，使到他们可以拿回不少的资本。对字节跳动的投资者来说其实还是有利的，而买下 TikTok 的那一家公司又很可能用了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公司，所以这个在美国才会这么快的在众议院通过。当然这个法案还需要在参议院投票之后再送到拜登的桌上，而拜登已经讲了他会马上签这个名字。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客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卖一个大的人情礼物给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同时又让这些国际的资本拿回一部分的资金。 I see。所以美国众议院议员佩洛西也讲了很明白，他们不是真正要 TikTok 停止运行，只是要换一个老板，让美国人可以买下这一家公司。那这样看起来，这个法案如果真的通过了， TikTok 母公司的投资者会受益，买下 TikTok 的公司会受益，而 TikTok 不会被关闭，所以它的用户也不介意，而且没有了中国的背景，有可能 TikTok 可以没有任何的限制去发展得更快，所以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明确的暗示了给字节跳动，而且也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禁止把类似 TikTok 背后的算法这些科技出售给外国。也就是说，如果把 TikTok 卖给美国，将会触犯中国的法律，所以 TikTok 是不能够卖的。这一下就把美国将军了，因为如果 TikTok 不能够被卖，它必须要下架，这会影响到 1.5 亿美国的用户，而这些用户在大选年里面会不会用他们的选票去表示他们的不满啊？美国的政客会不会因为这样改变最终这个法案的结局呢？这里真的是大国博弈。而在另一方面，有一个类似的法案也在美国的国会里面，而牵涉到的公司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上市的药明康德，还有他的一个有关公司药明生物。那在那一个法案里面提出的人指控药明康德和他的子公司药明生物在做 DNA 的研究里面，把美国人的 DNA 的信息开通给了中国的军方，而且是支持中国在新疆的美国指控的种族屠杀的政策。那药明康德的反应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做被指控的那些业务，那当然跟中国的解放军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也不会把数据给任何的政府，所以对这些种种的指控都有证据去证明他们是清白的。而药明康德也老早已经把药明生物的股份全部出售了，所以药明生物现在也不是药明康德的子公司。那我们看来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这两个被告者好像是有很多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无罪的，但是字节跳动这个法案就让投资者看到，其实罪名可以是莫须有，证据也可以是莫须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现在真正的用意就是要使到美国认为重要的科技和产品要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面。那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是利用了中国的廉价的人才，为美国的药厂外包了很多的科研和制造。长期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人才和生产的能力会越来越提升，而美国这些科技的人才会越来越流失掉。所以美国也是用了这些莫须有的理由来骚扰这些行业里面的公司，使到他们渐渐的把这些研发和生产
产搬回到美国，或者是把这些业务出售给美资的公司。那字节跳动这个例子就给大家看到，就像周星驰的电影《007》里面那个瞎子被控偷看国家的机密，所以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的股价是跌了很多，特别是最近药明康德公布了业绩之后，我们看过它的业绩其实是不差的，还是有不错的增长，但是它的股价也是跌了很多，就是反映了整个投资市场对跟美国做生意的业务开始有很大的保留。那除了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之外，有没有其他行业会受到影响呢？那任何中国大陆做的高科技的有战略意义的行业，而且是跟美国有竞争能力或者是领先美国的，都已经或者将会受到美国种种的攻击，比如说清洁能源、电动车，或者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等的科技，美国都会用种种的理由来制裁或者是限制中国的公司。他们希望这些公司把相关的业务卖给美国公司，或者是阻挡了投资者把资金投资在这些公司里面。那没有了资金，这些公司的发展当然是更加的困难了。那如果字节跳动卖不出它旗下的 TikTok 而受到下架的话，会不会对它的竞争对手例如 Meta 或者是 Google 有影响呢？那是绝对有可能的。另外一个可能性， TikTok 可以被卖，那到底哪一家公司买呢？有可能是 Microsoft， 也有可能是 Oracle， 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些可能受益的公司。那当然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政府会不会有报复的措施，因为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让美国一个又一个法案去抢掠中国公司。那最有可能被针对的大公司就是苹果和特斯拉了。如果中国政府也用一些莫须有的理由要求苹果退出中国的市场，那中国市场现在是占了苹果超过 20% 的营收了。那当然中国政府未必会这样做，中国政府也考虑到现在还有很多的苹果的手机和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当然如果以后苹果把这些产品都搬到印度或者其他地方去做的话，那中国政府对苹果开刀的可能性就会大了。那说到了特斯拉，除了现在把特斯拉的车子卖给中国之外，特斯拉在上海也有一个很大的工厂，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求特斯拉要把它上海的工厂卖给一家中国的企业呢？在道德的层面来看，中国政府未必会这样做，因为这也会影响国际投资者对投资中国以后的信心。但是如果两国真的交战，兵不厌诈，任何的手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我们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那当然字节跳动这个法案还是要通过参议院的投票，所以不一定会通过，而且通过了之后最终的结局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是这是使到今年投资的格局多了一个不明朗的因素，再叠加日本央行加息，还有美国的大选，面对这么多的不明朗的因素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好风险管理，不要杠杆太多，保留多一点现金，而且要分散我们的投资到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资产。比如说我们还是看好 AI 驱动的成长的板块，而我个人觉得受美国打压或者制裁导致股价跌到了太低的中概股或者港股反而也是一个机会，因为现在的股价已经是差不多反映了最差的结局。如果这个结局没有这么差的话，那现在这些公司的股价真的是相当的便宜了。那当然还是记得那一点，不要把太多的资金压住任何一家公司，分散投资了之后，有一些会赚钱，有一些会亏钱，但是整体来说我们的财富还是可以保存下来。如果你想每个星期跟七爸爸和他的团队在全世界各个市场寻找机会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关于 GMP 的资讯。那我们下次再见。